12月13日星期五，今天内娱是禁娱的。12月13日的0点开始，央视发布动态，数百位明星艺人接力转发，一起缅怀30余万死难同胞。从1994年开始，每年12月13日都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各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仪式，众人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表明国家对这段历史的重视，既是对死难者的尊重，也是对世人的警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共筑更加光明的未来。附带一提，肖战今年拍的电影的咸景致，其时空背景就是在日军侵华期间。得咸景致从字面意思来说，好像是讲主创们找一个有空的时间，严谨制作了一部作品。其实德贤是男主角的名字，男主莫德贤是一名高级钳工。古代有问责制度，匠人需要把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如同画画落款一样。甚至很多古城墙的每一块砖后面均刻上了建造工匠的名字，有的还加刻管理者的名字，这是为了方便出问题，可以马上追究个人的责任。电影《德贤景致》讲述了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莫德贤只是城中一名普通的钳工，而因为战事需要用到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将全力以赴完成一个秘密任务。肖战饰演的男主角并不是战士，但他却用了一把钳子当武器，来对付将要闯入家乡的日军。这把钳子在战事中十分重要。电影名中德贤来自粤语，本意是闲暇的意思，北方人一般叫得空儿，南方大部分人称为有功夫，意思是人在日常忙于工作之余，可以适度的享受闲暇生活。景致是匠人给自己的作品落下名字，是最早的商标，有防伪之作用。另一层意思是严谨的行动，角色内心特别慎重。景致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这个电影名字很有意思，有双重的寓意。一重意思是字面上的，莫德贤在谨慎制作器具，上面还书明了。第二重意思是莫德贤正在执行一项任务，需要全身心严阵以待。自古以来，钳工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种，许多零件都需要钳工，哪怕在战场上，从飞机零件到武器的配件，都要用车钳技术。不光是精细的器物，钳工的应用很广，大众日常生活也会用到。钳工的技术要求特别高，技术一般是技师，已经属于高级蓝领，在现代社会都是上万的薪水，做得很厉害就是大师了，甚至可以打造自己的品牌。在作品上还有印鉴，钳工有高级技术职称，工人可以慢慢考上去，学无止境的工作。这个职业一直以来作为公认的高收入群体，资历老的钳工能达到工艺师的级息。早前还没有数控工具机时候，老钳工的手艺比机器还厉害，只是产量上不能与工具机相比，很多过于精细的操作，最后一个步骤还是手工的。钳工自古以来是机械行业中最古老的行当，他们主要做各种机器做不了的精细活，比如划线、错削、矫正等。钳工有细分领域，比如机修、工具、模具之类的，都是属于钳工类别。我们日常的汽车家电也是需要钳工的。到现在，如果加工形状比较复杂的零件，一定是需要钳工进行手动制作。德贤景致所处于的年代，正是战争时期，工业刚刚起步，还在发展当中。钳工在当时是高精尖人才，而且一般要么是师傅带徒弟，一代又一代相传。一部分钳工是子承父业，跟着家长学习的，还有一种是海归人才，在海外学了机械专业，一般是美英德的留学生为主，学习了机械的设计制造技术，自然会一些钳工的技术。32岁肖战首次饰演钳工。德贤景致有双重寓意。德贤景致讲述了在那个战争时代，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属于以小见大，通过一名普通钳工的视角，讲述了那场知名的战役以及那时工业的发展情况。导演孔生说，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人物，观众也无法想象的一个故事。他对这部电影很有信心，这不是一般的战争片，观众可以感受到新意，他们可以跟随一位普通工人的视角，进入那场知名的战役中，从另一个视角去了解这场战争。由于今天肖战方并没有更新动态，
那么我们来分享昨天的纪录片。有网友说，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肖战32岁生日前10天，工作室发布了载入像素中 Vlog 的终章片。视频的后半段画面闪回的是他在2023年的一些工作碎片，背景 BGM 选用的则是国风电音大师 Janik 著名的代表作《浮光》。当时的直观感受就是好听、好看、感动，还有震撼。后来又反复刷、反复听，并顺便考古了这支曲子的创作背景，才注意到原版英文名叫 The History， 方才领悟肖战选用这首乐曲的深意所在。历史宛如浮光掠影，你在史书上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人颠沛流离的一生。昨天看着肖战工作室发布的《我们之缘起》Vlog 纪录片，耳边又响起了这首熟悉而动听的旋律。历史的长河，流淌着的是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是岁月的绵延，是时间的沈淀，是世事风马，白驹过隙，是浮光跃金，转瞬即逝，又刻骨铭心。而今，我们在社交网络平台匆匆看完的这短短21分24秒，就是肖战从2021一步一步走到2024的整整3年，3个历史年度的4季更迭，年轮增加了一圈又一圈，工作清单更换了一茬又一茬，身体壮了又瘦了，衣服薄了又厚了，头发长了又短了，伤疤浅了又深了。沧海与桑田的荣枯兴衰之中，好像一切都变了。工作越来越多了，事物越来越繁琐了，人情世故越来越复杂了，身心也越来越倦怠啦，但却又什么都没变，风雨摧折却仍柔软如初，疲惫忙碌却仍热忱满怀。想回家，亦不忘远行；欲驻足，亦奔跑如风。于烈烈梦想的灼烧中血脉奋张，亦于温暖烟火的恬淡中徜徉安然。21分24秒，是浮光，是掠影，是你跃金闪耀的3年，是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历史瞬间，是你用1分1秒的时间碎片汇聚成的万千光景，亦是一砖一瓦的汗水心血累砌起的锦绣河山。21到24年，是砥砺，是成长，是你向我们一步一步走来的3年，是斜飞仙以遨游渡长江之无穷的岁月鸿篇，是你于辛巴和旧痕交织的星辰光影之中，深深浅浅留下的曾经细粒日月兼程倔强而挺拔的身影，晚炎炎不停碰撞着的永不回头望的人生回响。很惭愧，这21分24秒，我们是那样的熟悉，熟到闭着眼睛都能看到你繁忙的行程，却又是那样的陌生，生到完全不知道原来你竟然默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和心血。又很庆幸，从2021年的12月到2024年的12月，我们从无到有的整整3年，你有我，还有我们。但愿你和我，和我们，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它的名字就叫我们。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